2022年2月，在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之际，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东欧这片肥沃的土地上。俄乌双方在几天的时间里打成了一团乱麻。然而，如果是在这一团乱麻里，有哪场战役最令人瞩目？俄乌双方在安东诺夫机场的攻防绝对有着一席之地，甚至可以说，安东诺夫机场攻防战的过程直接决定了乌克兰的命运。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拆解一下这场俄乌精锐之间的旷世之战。安东诺夫机场因其地处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的霍斯托梅尔，也叫做霍斯托梅尔机场。1959年这里开始建设的时候，它是前苏联安东诺夫设计局的飞行测试基地。在苏联解体之后，安东诺夫集团成为了乌克兰航天防务的一部分，这座机场也包括在其中。让我们回到2022年，在基辅境内一共有5座机场可供运输机降落，其中3座是对外开放的，分别是西北的安东诺夫机场、中部的基辅国际机场以及东南的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还有2座专用机场，分别是北方的斯维亚托金机场，也叫安东诺夫1，它是安东诺夫工厂的一部分；西南的瓦西里基夫机场，则是乌克兰第40战术航空旅，也就是说，传说中的基辅幽灵的驻地。现在，假如各位是俄军参谋，会选择哪个机场发动进攻呢？实际上，如果考虑到俄军从白俄罗斯发动进攻，那么抢先拿下安东诺夫机场绝对是最佳选择，因为它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可谓是进可攻，退可守。安东诺夫机场附近有2条高速公路，向北一路延伸到白俄罗斯境内。事实上，这2道公路也正是后来俄军装甲部队在基辅轴线上的主要进攻路线，而在机场本身方面就更合适了。大家可能有所耳闻，这个安东诺夫特别擅长制造超大型飞机。从这个机场先后走出了安22、安124这些苏联运输机的中流砥柱，甚至还发展出了安225这样的工程学奇迹。截止到2022年，这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安225的基地。为了容纳这个承载乌克兰梦想的超级巨兽，这里的跑道长达3500米，足以满足俄军任何运输机的起降需求。最绝的是，由于在绝大多数时候，安东诺夫机场只是一个货运机场，这里的防守十分空虚，在俄军濒临乌东边境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里的警卫只剩下了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4快速反应旅的200名士兵，就驻守在机场东南方的3018基地。他们能够调遣的最重的重火力，也就是 9K38 针式防空导弹、几辆 BTR 步兵战车以及2门122毫米榴弹炮而已。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各位是俄军参谋，想必做梦都能笑醒。精锐的俄军想要拿下安东诺夫机场，简直如同探囊取物一般。从事后来推断，俄总参谋部的剧本应当是这样的：首先，趁着凌晨乌军还在睡觉的时候，先用精确制导的巡航导弹炸掉兵营和防空设施重要设施，紧接着从白俄罗斯赶来的俄罗斯空降兵在黎明前实施激将，凭借训练和装备上的优势，定点清除还摸不着头脑的乌军残兵，迅速控制机场设施，建立防线。而一旦 VDV 拿下安东诺夫机场，天上盘旋的伊尔76等大型运输机就会立刻着陆。俄军装甲部队的先锋在转瞬之间就会直插乌克兰的心脏。可以预见，如果一切顺利的话，2月24日中午，俄军士兵就会出现在基辅的街道上。然而，基辅之战的结果，大家想必也有所耳闻。那么，实际发生在安东诺夫机场的一切，更像是一个弥漫着罐头笑声的黑色幽默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俄军的这场惊天突击是怎么一路变成滑稽剧的。2022年2月24日，莫斯科时间凌晨5点30分，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电视讲话，宣布了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几分钟之后，4枚 3M54 口径巡航导弹命中了安东诺夫机场及其周边的3018基地，其中的1枚落在了机场设施以外的住宅区，另1枚则命中了营房边阅兵场的空地上，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2月24日当天，俄罗斯瞄准乌克兰的指挥系统和空军基地，一共发射了30枚左右的巡航导弹。现在一般认为这些导弹是从黑海舰队的护卫舰上发射的。顺便说一句，之所以我们能够确定俄军发射的是口径巡航导弹，是因为剩下的2枚落在机场边上，没有爆炸。这2枚哑弹算是拉开了安东诺夫机场攻防战的荒诞序幕。早上6点钟就被巡航导弹吵醒，肯定是不好受的。驻扎在机场的乌军士兵
在指挥官维塔利·鲁登科的带领下，迅速组织了起来，开始按照应急预案准备机场的防御工作。大约1个排的乌军奔赴机场北端，操作唯一的 ZU-232 双管高射炮保护雷达设施，其余的士兵则聚集在机场南部，进入航站楼附近的阵地中。鲁登科还下令将机场的大型车辆开出来，每隔一段距离就在跑道中间停一辆，防止俄军固定翼运输机强行着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方法虽然很土，但确实有用。然而就在他们各就各位，准备给来袭的俄军迎头痛击的时候，整个安东诺夫机场陷入了长达几个小时的尴尬的沉默。全世界都想知道俄军到底去哪儿了。实际上，此时应该对机场发动攻击的数百名俄军空降兵还待在距此170公里远的维蒂大伯科夫机场里。据推测，这些空降兵来自于俄军精锐的第11近卫空中突击旅或是第31近卫空中突击旅。早些时候，他们接到指示在这里待机，但在攻击开始以后，却左右等不到出发的命令。根据我们前面推测的剧本，想要出其不意地拿下安东诺夫机场，他们应该在巡航导弹命中前就出发，最好在早上6点天亮前，在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抵达。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群 VDV 一直在这里蹲到了早上9点，这才接到命令，登上米8直升机，慢慢悠悠地晃过边境线，贴着第聂伯河的河面向南低空飞行。上午10点30分，基辅已经天光大亮。负责防卫基辅的防空部队虽然被空天军压制，但是还有一些轻型防空火力，足以打下这些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当俄军的直升机机群大摇大摆地抵近基辅大坝附近的时候，早已等候多时的乌克兰防空部队果断出手，使用肩扛式防空导弹击落了2架俄军直升机。基辅大坝附近的许多居民都拍到了俄军直升机打着热油弹飞越第聂伯河的景象。虽然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但俄军直升机编队最终还是在上午11点抵达了安东诺夫机场上空。攻击直升机分为2队，一队沿着跑道从北向南，用火箭弹清扫机场的防空力量，另一队则冲向南部的建筑群，压制建筑群和里面的乌克兰军队，以掩护运输直升机的到来。虽然在俄军参谋部的计划中，安东诺夫机场不会有太多的抵抗力量，但他们没想到的是，先前巡航导弹的叫醒服务已经让此处的乌克兰军队严阵以待。原本轻松的压制任务，在俄军直升机穿破云层出现在乌军面前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地狱难度。俄罗斯飞行员在肩扛式地对空导弹、防空炮火和轻武器的猛烈攻击下苦苦挣扎。有一种说法是，在这场战斗里，乌克兰士兵用手里的 AK 集中射击对俄军直升机造成了严重威胁，甚至可能打下了一架卡52。在1个小时的战斗过程中，俄军为他们的轻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根据比较保守的估计，俄军在这1个小时里损失了1架米28、3架卡52，其中1架还是攻击直升机的领队。在此期间，乌军士兵谢尔盖·法拉图克瞅准机会，用肩扛防空导弹瞄准了1架俄罗斯直升机，立刻发射。但可惜的是，卡52从他的头顶上掠过，没打中，他立刻重新装弹，再次瞄准开火。而这一次，俄军直升机没有跑掉，当场冒着浓烟坠落。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驻守机场的乌军不论是人数、火力还是作战经验上，都比不过精锐的俄罗斯空降兵。没过多久，他们的弹药就见了底。盘旋在远处的米28也见缝插针，开始分批投放 VDV 士兵。但他们着陆点的位置并不好，他们选择了跑道周边的空地上，这里无遮无拦，根本没有任何掩体。看到大批俄军冲上跑道，鲁登科当机立断，立刻下令全员撤离。鲁登科清点人数的时候，惊讶地发现驻守机场的乌军几乎毫发无损，但有些跑得不够快的，例如机场尽头的 ZU-23 炮组就被俄军抓了俘虏。撤离归撤离，乌军并不是要将机场拱手让给俄国人。还记得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机场外围的那2门122榴弹炮吗？鲁登科下令榴弹炮组向机场跑道开火，同时南边的第40战术航空旅竟然没有被俄罗斯空天军压制住，2架苏24轰炸了机场跑道。乌军的这一系列行动在跑道上制造了大量障碍和碎片，给俄军后续的清障工作制造了极大的困难，在短时间内阻止了固定翼飞机的降落。下午1点半，俄军已经控制了机场，并找上了安东诺夫机场的经理，向他询问防空洞里是否还有军人。但那个时候，第4快反旅的士兵已经全部有序撤出了机场。住在机场周边的当地居民看到撤离的乌克兰士兵，纷纷赶来帮忙。鲁登科后来回忆道，他看到附近的一名男子帮助乌克兰士兵掩埋了武器和文件，还给他们换了衣服，开车送他们进入基辅市内。下午3点整，俄军以至少6架直升机被击落、80人以上的损失，占领了安东诺夫机场，并在机场塔台顶上升起了俄罗斯3色旗。俄罗斯的电视台也同步播放了这一新闻。
而与之针锋相对的是，下午3点30分左右，泽连斯基宣布，安东诺夫机场的俄罗斯空降兵已经被乌克兰军队包围。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还真没说错。虽然这个时候机场的控制权仍然在俄军手中，但俄军指挥官肯定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由于占领机场用时太长，乌克兰炮兵和航空兵造成的破坏，让跑道暂时无法使用。先前投送的 VDV 人数又太少，根本无法兼顾跑道清障和机场外围警戒。后续的1000名俄军士兵只能干瞪眼，继续在空中盘旋，等待跑道清障完成。但乌克兰军方又不傻，也意识到了安东诺夫机场的重要性，开始重新集结部队。下午5点半，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特种部队第72机械化旅，再加上格鲁吉亚军团和一支乌克兰空降部队，配合重整旗鼓的第4快速反应旅部队，在乌克兰空军的支援下发动了反击。一时之间，机场跑道附近战火纷飞，后续抵达的伊尔76机队在机场上空盘旋到油箱见底，也没能将机上的1000名俄军士兵降下去，只能被迫返航。现在问题来了，空输部队是指望不上了，那么地面上的援军去哪了呢？实际上，早在2月24日凌晨4点，第一批俄罗斯机械化部队就越过了乌克兰边境。照理来说，他们只需要沿公路行驶120公里就可以到达基辅。也就是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俄罗斯的装甲部队甚至可能先于 VDV 进入安东诺夫机场。但问题是，俄罗斯的这支机械化部队在通过切尔诺贝利等地区的时候遭到了伏击，推进速度被严重迟滞。机场的 VDV 等到下午5点半也没能和装甲部队会合，此时已经接近日落。由于缺乏车辆，人手也实在不足，俄军空降部队无法维持战线，被迫撤退到了机场外的森林中。当地时间晚上9点，第4快速反应旅的士兵们在他们的 Facebook 账号上发布了庆祝胜利的照片。不过，北部的俄军机械化部队虽然被迟滞，但仍然在向南推进，乌军也无法在俄军的进攻矛头下守住安东诺夫机场，因此刚刚收复了机场的乌军又撤了出去。但在撤退时，乌克兰人再次使用火炮和空袭破坏了安东诺夫机场的跑道，使其在短时间内无法被俄军利用。时间很快来到2月25日，就在全世界被俄乌战争开打的消息震惊，虚假消息满天飞的时候，从白俄罗斯出发的俄军装甲部队姗姗来迟，协助 VDV 重新夺取了安东诺夫机场。与此同时，战斗仍在霍斯托梅尔附近继续，但随着俄军主力的到达，乌克兰部队只能后撤。当地时间2月25日下午2点左右，俄罗斯国防部发表新闻，声称已夺取安东诺夫机场。在俄罗斯国防部的新闻稿里，他们宣称自己动用了200架直升机，造成了乌军200人伤亡，而俄罗斯方面毫发无损。乌克兰内政部最初坚称安东诺夫机场仍处于争夺之中，但当天晚些时候，乌克兰新闻发言人称俄罗斯军队已控制该机场。这个时候，俄军以安东诺夫机场为后勤中心，将兵力展开，向南占领了霍斯托梅尔镇，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把战火烧到了更南部的布查和伊尔平镇。直到4月2日，俄军撤出基辅，乌克兰才重新拿回安东诺夫机场。虽然俄罗斯最终拿下了安东诺夫机场，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将其作为前线基地和指挥中心，用于支援接下来的伊尔平河之战，但基辅战役的结束，想必大家也很清楚，俄军的这次斩首行动实在是称不上漂亮。平心而论，即使是第一波 VDV 被全歼，安东诺夫机场战役的结局也不会改变。但这恰恰说明了俄军空降兵对安东诺夫机场的突袭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失败，而他们打得这么难看，绝不是因为战斗意志或者是战术素养有问题。实际上，如果不是 VDV 这样的精锐，2月24日的俄军可能还要比现在惨上许多。而这一问题的根源恐怕来自于俄军的情报指挥体系。首先，在情报和部署方面，俄军和乌军打了个半斤八两。1个月前的2022年1月12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访问基辅，当时他就警告乌克兰，俄罗斯如果发动进攻，必将选择安东诺夫机场作为进攻基辅的桥头堡。虽然事实证明伯恩斯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他提供的这一信息并没有在开战前得到乌克兰高层的重视。很显然，俄军在乌东的大规模行动极大地影响了乌军的战略判断。俄乌进入全面战争之前，俄军在乌克兰附近部署了100多个营级战斗群，其中的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乌克兰东部，因此乌军也必须要将武装部队的主力部署在乌东地区。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基辅地区的守备空虚，而这恰恰就是俄军总参谋部想要的效果。不过，尽管乌军主力都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但这里还有第72机械化旅。2021年12月22日，随着俄乌之间火药味越来越浓，第72机械化旅派出工程师考察了白俄边境，
提前确定了俄军可能的行动路线，并且做出了有针对性的准备。根据他们当时的估计，俄军要想从北部发起进攻，只有2条路可走。东线是从白俄罗斯的戈梅利出发，沿着195南下基辅，而第2条则是穿过切尔诺贝利，沿 P56 和 P02 高速公路向南进入安东诺夫机场附近。当时他们认为俄军的攻势会从东线展开，因为195的路况比较好，而切尔诺贝利方向是一片烂地，不适合俄军的机械化部队通行。因此第72机械化旅将下辖的2个机械化营、1个自行火炮营、2个多管火箭炮营等重火力全部集中在了第聂伯河东岸，而第聂伯河西岸则指派了第2机械化营沿着1373和 P02 布防。正是这支部队在2月24日下午重新夺回安东诺夫机场的战斗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说完乌军部署，我们再来看看俄军的。从意图上来说，俄军2022年2月初部署在乌克兰东部的重兵都是为了突袭安东诺夫机场，更准确地说是为了突袭基辅，迅速控制乌克兰领导层，推翻泽连斯基政府，然后建立一个亲俄政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不论是苏联还是后来的俄罗斯，其实都不止一次的用过这个战术。比如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2014年夺取克里米亚等等，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已经形成了奇怪的路径依赖。当然了，其中最成功的还是1979年的风暴333行动。当时前苏联派出了格鲁乌和克格勃的特种部队，再加上近卫第103空降师，在3个小时内控制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机场和通信设施，并且完成了对总理阿明的斩首行动。就在阿富汗军队陷入群龙无首之时，在边境线上早已准备好的苏军沿着3条路线迅速控制了主要城市和战略设施。这段历史听上去是不是很耳熟？很显然，如果2022年2月24日早上俄军进攻安东诺夫机场的行动顺利的话，1979年的这场惊天斩首行动很可能就会在那天重演。不过计划归计划，俄军总参谋部在执行的过程中犯了许多的错误，简直是光屁股拉磨，转着圈的丢人，直接搞砸了这个祖传政变模板。我们现在快速的回顾一下俄军都犯了哪些错。首先是料敌从严，错误地估计了乌克兰政府的抵抗意志。通过我们上面讲述的机场争夺战的过程，我们不难看出，俄军似乎认为只靠不到10个营级战斗群就能够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复刻当年夺取克里米亚的剧本。俄军的参谋们幻想着，只要沙皇的天兵一到，泽连斯基就会屁滚尿流，望风而逃，几天之内就能让乌克兰改换新天，成为他俄罗斯的傀儡。但事实上呢，泽连斯基不但没有逃，还用行动证明了俄军并非是不可战胜的。而且话又说回来，俄军它也不是苏联，没有庞大的工业实力，也没有几万辆坦克组成的钢铁洪流，更没有能够协调各军种打出空地组合拳的水平。这也是我们要说的第2个问题，那就是俄军在各军种的协作配合之间存在着不小的问题。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负责突袭安东诺夫机场的 VDV 竟然没有和巡航导弹同时间到达，这个是最令我们不能理解的。除非以后档案解密，我们恐怕很难确定俄军当天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在巡航导弹命中的整整3个小时后才从白俄罗斯出发。不过我们在这里可以简单的猜测一下，排除掉俄军9点钟打卡上班，燃料被倒卖导致直升机没有起飞，全俄空降部队凑不出来200套夜视仪，必须在白天出发等等开玩笑的说法，俄军这一时间上的错位很有可能是因为在最初的战斗中，空天军没能完成对乌军防空火力的压制，基辅空域仍然过于危险导致的。虽然在当天凌晨，俄军轰炸了第40战术航空旅的驻地，但问题是，由于局势的不断升级，乌军已经把飞机转移了，其结果就是俄军的轰炸仅有象征性的作用，除了给扫跑道的场务找了点麻烦，剩下什么也没做到。在安东诺夫机场的战斗中，乌军仍然能够获得空中支援，就是空天军压制失败的铁证。那么俄军的轰炸为什么无效呢？前面我们说到，俄罗斯在一开始就将安东诺夫机场作为第一备选目标，但他们竟然只发射了4枚口径巡航导弹，即使是不考虑2枚哑火的，这4枚也太少了点。但如果我说当天俄军一共只发射了30枚巡航导弹呢？俄军参谋似乎想当然地认为美军能够用空袭瘫痪伊拉克，瘫痪伊朗的防空力量，俄军也做得到。但问题是，美军既没有他们这么抠门，也没有这么差的准确度。2001年美军入侵阿富汗的时候，第一轮就打出去55枚战斧，命中率在 90% 以上，而攻击安东诺夫机场的口径导弹命中率竟然是0，
这里面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因为俄军的口径导弹只有雷达制导和惯性制导，它是基于卫星定位坐标的，准确度并不高，而战斧则结合了地形场景匹配等图像制导技术，准确度更高。最后，俄军的情报来源也很成问题，尤其是对形势的判断更是出现了极大的失误。照理说，俄罗斯继承了当年苏联的克格勃、格鲁乌这样的顶级情报机构，在信息收集和分析方面应该是排在世界前列的。再加上乌克兰和苏联本身文化差异不大，送进去几个间谍，弄到一份详尽评估报告，并不算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但俄军参谋部误判了形势，似乎一厢情愿地认为基辅市民会单食湖江以迎王师，更认为泽连斯基会望风而逃，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基辅周边的市民对俄军并没有好感。而演员出身的泽连斯基并不是一个懦弱的戏子。这里有一个例子能够很好的说明乌克兰人，至少是基辅居民对俄军的态度。2022年3月6日，基辅战役仍在继续。31岁的霍斯托梅尔居民玛莎马斯正在镇中心一家玻璃厂的掩体中避难，突然他看到3名俄罗斯士兵赶来，向避难所走来。据玛莎回忆，他当时慌乱极了，以为俄军士兵要过来破坏避难所或者开枪打死他，但结果其实是他多虑了。第一个走进来的俄罗斯士兵有着一头金发，他大大的黑眼睛里充满着疑惑。这里我们可以肯定，这位年轻的俄军士兵并不是什么凶残的暴徒，也不是什么俄罗斯狂热分子，他似乎是在错误的时间，因为政客错误的一厢情愿，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